白夏，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难道你还不信任我吗？只要你把太玄九转复原汤的药方交给我，我就可以继承霍氏集团，你也可以完成你妈妈的遗愿。太好了，我终于得到了！尊敬的各位来宾，我宣布，大夏有史以来最受瞩目的世纪婚礼即将正式开始。那么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来祝福今天的新郎霍家最年轻的继承人霍承洲先生。我们用掌声来祝福我们的新娘苏家千金。这一刻，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与期待。苏婉清小姐，苏婉清小姐。霍承洲，这是怎么回事？什么？今天的新娘不是苏万夏，而是苏婉晴啊！怪不得请柬上面是苏氏千金，搞了半天是有猫腻啊！姐姐，谢谢你来参加我和承洲哥哥的婚礼，还送了太玄九转复原汤这么贵重的礼物。苏万夏，婉晴是我的女人，你敢动她？姐姐，你清醒一点吧，承洲哥哥一直要娶的都是我呀。没错，我爱的人一直都是婉晴。霍承洲，我耗尽财力，费尽精力帮你上位，你就这么对我吗？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来人，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拉下去！霍承洲、苏婉清，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我看不会有好下场的是你吧？爸爸，你帮帮我！放开我！这一世，我因为帮霍承洲上位而输掉所有。如果有下一世，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100倍的代价。我怎么在这儿？这是婚礼前我试婚纱的那一天，难道我重生了？就是这一天，霍承洲领回了苏婉清。苏总，小霍总已经到了，他还带来一位年轻的小姐。万夏，婉晴，快跟你姐姐打招呼。姐姐好。上一世，霍承洲把苏婉清带回来，不仅让她认祖归宗，还让我也接受了，这才给了他们背刺我的机会。万夏，干什么呢？你妹妹跟你打招呼呢。小霍总说笑了，我妈妈只生了我一个女儿，哪里来的妹妹？婉夏，婉晴是刚刚苏总派人接回来的，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妹妹。哦，你也说了同父异母，
哪里来的亲妹妹？万笑，平时你都是最善解人意的，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可惜上一世没有早点认出你的真面目，我恨不得现在就扒了你这张狗男女皮。不过我会忍，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既然父亲已经把他领进门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想，小霍总今天不仅仅是来让我认亲的吧？婉琪，你先回去，我有话和你姐姐说。婉香，让他们先出去吧。去吧。你还不知道婉琪的妈妈是谁吧？她妈妈是李家人。我知道。掌管药监局的李家吗？你怎么知道？当然是因为上一世你已经向我介绍过了。婉晴的妈妈是李家的私生女，前段时间婉晴的妈妈和婉晴才被李家人认回，暂时还没对外公开。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和婉晴领证，做场戏给李家人看。但你放心，婚礼上我还是跟你结婚，在我心里，她永远都只是你妹妹，我绝对不会和她发生关系。在我心里，我始终认定的是你。哼，和他领证，跟我结婚，霍承舟，这种鬼话只有你说得出口。好，我同意。什么情况？他完全没跟我闹，还一口答应了。我知道霍家的新药已经卡在审核那里很久，霍氏的股东大会在即，新药对于你来说，对于霍家来说都十分重要。现在只差一个名声，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半夏，你认真的吗？还是你识大局？霍承舟，上一世我就是眼盲心瞎信了你的鬼话，重活一世，我要用这场婚礼送你下地狱。哎，太好了，我一会儿就带婉欣去领证，然后再继续回来筹备我们的婚礼。去吧。来人，去帮我准备一份安心助眠香。好的。是时候替自己重新选一位老公。小叔，陈州住在另一边，苏小姐怕是方向走反了吧？不，我要找的就是小叔，准确来说是霍家幼子霍南星。偶然听霍承舟说过，您被失眠之症困扰多年，我家母亲祖传的安心助眠香可药到病除。无事不登三宝殿，苏小姐有事不妨直说。我想和您做一笔交易。交易？准确来说是弃暗投明。大家都知道霍家小儿子体弱多病，常年养生，却极少人知道您在17岁那年就在虎狼环司的米国华尔街打响了名气，一手促成了当年最大的企业并购案。苏小姐连这个都知道？如果我连这点功课都不做，又怎么敢来投诚？可是您真的甘心吗？不甘心又怎样？如今在霍家，谁能拿到苏小姐手中的太玄九转复原滋补方，谁就可以成为霍家的继承人。所有人都知道苏小姐一心要帮衬着霍承舟，我又能如何呢？只要您为我做一件事情，我将亲手将太玄九转复原汤的药方奉上。什么事？娶我。我要你娶我。可是所有人都知道，后天便是你和霍承舟的婚礼。
所以那天婚礼你一定要来。既然霍家柚子不愿意，我就先告辞了。等等，苏小姐，你怕是会错意了。霍晨舟他配不上你。婚礼我会去的。好。多有福气相啊！这个黑色特别好看。姐姐啊，你看我和陈舟哥哥的结婚照好不好看？挺好的。你俩一丘之貉嘛，挺般配。说什么？我看你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同样都是加入霍家，你别忘了，我可是有事儿的，我就是小三罢了。哎呀，什么小三不小三的，霍家作为大财阀，多的是各种名门望族来巴结。如今你们姐妹二人齐心协力，那不是更好吗？父亲，先不说我们苏家有名声和地位，再一个，我妈妈家可是大夏国最大的医疗世家，你觉得我会去做小三吗？你妹妹就随口一说，你作为姐姐的不能跟她计较。那我的幸福和婚姻就应该通通让给她吗？你妹妹吃了这么多苦啊，你就算让她，那也是应该的呀。妈妈，你的在天之灵看到了吗？这就是你耗费了一生的心血扶持起来的丈夫和他的苏家。上一世，他就是那样冷冷地看着我被人羞辱、欺凌。爸爸，你帮帮我！这一世，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还有一天，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些长在我身上的毒瘤全部除掉。苏总，就在安置点已经安排妥当，您明天大婚，要不我们先回去？不急，上一世霍晨舟用救灾款购买来路不明的药给灾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一世，我一定会在所有人的面前撕下你虚伪的面具。还有一场好戏要看，去看看。根据上一世的情报，霍晨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进行的二次交易。不要再进这种来历不明的药了，这样下去早晚会出事的。上次的利润你已经分了，现在愿不愿意你都没得选。怎么这么糊涂啊！这次的赈灾药品账目上的价值是3000万，你们可以拿到2000万的回扣，比上次多出500万。小霍总，您还满意吗？夫人，你怎么看？刘总办事就是靠谱，以后这种大项目交给他，肯定不会出错的。好，都听你的。证据已到手，霍晨舟、苏婉晴，明天的婚礼我定要让你万劫不复。儿子啊，你知道吗？我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我终于娶到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了。如果不是已经死过一次，霍晨舟，我真的又要被你虚伪的甜言蜜语给骗了。半夏，我们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难道你还不信任我？你希望我怎么信任你啊？把太玄九转复原汤的药方交给我，就是最好的证明啊！而且这一世，霍晨舟的计划提前了，别着急呀，我准备当着所有宾客的面亲自交给你，这样才能代表我对你的绝对信任。而且
这次我还准备了3个礼物要送给你，是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3份礼物就是你的3张催命符，等我送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陈州哥哥，宾客都到齐了，你再磨叽，别人该以为姐姐不懂事儿了。半夏，那我出去等你啊。是啊，姐姐，你也快点，你才是今天的女主角，所有的戏都在你身上呢。好啊，那你一会儿就在旁边好好看着吧。陈州哥哥，我们走吧。那就走着瞧。半夏，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难道你还不愿意信任我吗？只要你把泰拳九转复原汤的药方给我，我就能继承霍氏集团，这样你就能完成你妈妈的遗愿，用这丹方救更多的人。想让我拿出药方也没有问题，不过你要把你当初的承诺当众再说一遍。半夏，能不能不要做这么幼稚的事啊？如果不愿意的话，婚礼就取消。好，好，好，我说就是了。苏半夏，你给我等着啊！等下拿到药方，我再收拾你。半夏，以后我会做一个好丈夫，把你宠成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公主。被小霍总这样一个帅气多金、有深情的绝世好男人宠着，苏小姐真是太有福气了。半夏，以后我会做一个好丈夫，把你宠成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公主。苏半夏，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现在有多得意，一会儿就有多难看。霍承洲，太好了，终于得到了！各位来宾，我宣布，大夏有史以来最受瞩目的世纪婚礼即将开始。我们用掌声来祝福今天的新郎，霍氏最年轻的继承人霍承洲先生，也祝福我们的新娘苏家千金苏婉晴小姐。怎么是苏婉晴啊？刚才不是说要娶苏半夏吗？姐姐，谢谢你来参加我和陈州哥哥的婚礼，还送了太玄九转复原汤的药方。不过现在没你什么事了，你可以滚了。凭什么让我走？就凭和陈州哥哥领证的是我，我是霍太太，识相的赶紧滚！我不想听你在这废话，我要听霍承洲亲口跟我说。霍承洲，你怎么说？婉晴说的没错，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娶你，我爱的只有婉晴。他们是在利用半夏小姐吗？这怎么会有这么绝情的男人啊？这个苏婉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跟霍承洲在一块儿还真是绝配。陈州哥哥，苏半夏，你得意什么？现在太玄九转复原汤的药方已经在我手里，我霍承洲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别人的几句闲话对我来说算个屁啊！你确定这个太玄九转复原汤药方没有问题吗？什么？我明明检查过了，不会出错的，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太玄九转复原汤的药方明明是9味，这里怎么只有8味？当然是因为
你不配得到我外公的药方。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第1份礼。你个贱人，你敢耍我！掐死我！掐死我！你就永远别想得到最后1味药。还要靠这个药方登上霍家继承人的位子，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前功尽弃。苏半夏，到底要怎样你才能把方子给我？简单了，让我开心，抽这个女人几巴掌，然后让她跪下来求。陈州哥哥，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他就是想借你报复我，他不会给你药方的。那就让你的陈州哥哥自己判断了，机会只有1次，错过可不要后悔。你这个贱人，竟敢挑拨离间我和陈州哥哥，看我不撕烂你的嘴！说够了没有？陈州哥哥，您不是最心疼婉晴了吗？苏婉晴，你也太不了解男人了。霍承舟既然能因为你而抛弃我，当然也能因为自己的权益而抛弃你。婉晴，你就算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将来，你跟他道个歉。我够了！你女，你怎么敢欺负你妹妹？看我今天不教训你！霍承舟和苏婉晴欺负我的时候，你不管不顾。现在这个苏婉晴不过挨了个巴掌，你就跑上来护短，你还真是我的好爸爸。她是你妹妹，就算做错什么，你也要让着她。苏婉晴做错的事情，可不是说原谅就能原谅的，别到时候搭上你的苏家，你追悔莫及。你什么意思啊？苏半夏，你还想怎样？霍承舟，这是我送给你的第2份礼物，祝2位新婚快乐。不要再吃这种来历不明的药了，这样下去早晚会出事的。上次的利润你已经分了，现在愿不愿意你都没得选。怎么这么糊涂啊？这4个赈灾药品账目上的价值是3000万，你们可以拿到2000万的回扣，比上次多出。天哪！小霍总居然和这个苏婉晴涉嫌用赈灾款买来路不明的药品，还吃了天价回扣。这事儿要曝光了，这不得判个10年8年的？这下霍家和苏家惹上大麻烦了。大家别被这个视频骗了，这个视频都是苏半夏用 AI 合成的。就是苏半夏就是因为陈州哥哥抛弃了他，所以故意栽赃陷害我们。这个视频到底是不是假的？等警察来了，你们就知道。什么？你报警了？你个贱人，你居然敢报警！怎么样？这第2份礼物是不是很惊喜啊？陈州哥哥，这个女人要置我们于死地，你一定不能放过她！你个贱人，我没想到你心思居然这么深沉。我心机深，也是你们逼着。你把我害成这样，你满意了？你别忘了，你嫁进霍家是你母亲生前给你定下的。可是现在你把我们霍家得罪了，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机会能够嫁入霍家？你这样做就是让你母亲死不瞑目。霍承舟，我劝你还是别太过自信了。你们霍家可不止你一个儿子。啊？你还想通过谁嫁入霍家？你当初为了帮我，可是把2姑3叔他们都得罪了。就算我那些弟弟为了药方愿意娶你，可一旦你嫁进来，他们就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我可没说你那些废物弟弟，我说的是你的小叔霍南星。我小叔？你开什么玩笑？我小叔他怎么可能娶他的侄媳妇？我们俩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我凭什么不能和他在一起？谁不知道我小叔因为身体原因早就隐退多年，他怎么可能娶一个素未谋面还被我抛弃的娶？
霍承昼，我这第3件礼物你可喜欢？怎么回事？小叔不是身体不好一直在静养吗？怎么现在看起来这么精神？你请别担心，小叔在霍家虽然是个闲散的人，但毕竟是长辈。今天他既然出席我们的婚礼，说明以后所有的豪门世家都知道你是我名正言顺的妻子。苏半夏，今天我小叔都过来了，说明霍家的长辈已经认可了婉晴的存在，你就不要再闹了，不然我也管不了你。小叔，很高兴你今天能来，看到你身体健康，实在太好了。这是我和你小叔的结婚证，怎么样？照片好看吗？什么时候？我现在和你小叔已经是夫妻了，合法的。亲爱的侄儿，看清楚了吗？这不可能！把证给我！不该碰的，你别碰。这乱糟糟的，我先回去休息。明日霍氏家宴，我派人来接你。苏半夏，今天这一切都是你提前计划好的吧？你就是想用背叛来报复我吗？找的人还是我小叔。霍承昼，先出轨的人可是你。苏半夏，你可真是长本事，刚被霍家长孙抛弃，转头就勾搭上了霍家幼子。没想到苏家大小姐是这样的贱。霍承昼，我现在可是你名正言顺的小婶儿，下面这么多宾客，我劝你还是收敛收敛，不然丢的可是你们霍家的脸。妹妹，今天确实还是你的婚礼，姐姐在这里祝你和侄儿新婚快乐。这今天可能不怎么快乐。霍承昼，你涉嫌经营买卖来历不明的药品，跟我们走一趟吧。有种！承昼哥哥，苏半夏，你给我等着！亲爱的爸爸，您呢？霍承洲、苏婉晴，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了吗？这仅仅是个开始。妈，妈，跪下！我精心跟你挑选的苏半夏你不要，偏要跟那个私生女搅在一起。现在呢，警察直接闯进婚宴现场抓人。还好之前我没有让霍家知道你这乱七八糟的婚礼，去的都是苏家的亲戚，不然霍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尽。赈灾药品的事情，如果被老爷子知晓，你这几年在霍家的努力全都白费。妈，不过就是2000万而已。你也知道不过是2000多万，你的眼皮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浅了？那可是赈灾药的款，你也敢动心思？这件事情我已经帮您处理好了，那个私生女，你要是再管不好，就别怪我和你爸无情，不认你这个儿子。我明白了。哎，妈，苏半夏，你好得很，还敢报警！我可是最有机会继承霍家的人，谁敢抓我？你们苏家好算计啊！2个女儿都想嫁进霍家，是想分开下厨？不是承昼哥哥，婉晴的心里只有你。
这件事已经动摇了我在霍家的地位，所以太玄九转复原汤的药方，陈州哥哥，你放心，无论如何，我一定会帮你拿到手的。爸爸也一定会帮我的。万茜，你别怪我严厉，你知道的，这药方对我很重要。苏半夏，爸爸，那我之前想清楚哦，我现在可是霍南星的老婆。老子是你亲爹，生你养你，骂你一句怎么了？你现在这么见怪啊？一句话说不得。你跟霍南星结婚，为什么没告诉我？你们姐妹二人同时嫁给他们叔侄俩，还闹到一个婚礼上，我看你真是脸都不要了。难道我跟您说了，您还能把苏婉晴的婚礼取消不成？那你也不至于在你妹妹婚礼上出风头呀。原来还是为了苏婉晴。既然爸爸这么不高兴的话，那今晚在霍家家宴上面，爸爸亲自和霍老爷子说你不同意我和霍南星的婚事好了。到时候如果得罪了霍家家主，半夏愿意陪父亲东山再起。半夏，你出生医药世家，豪门的规矩你懂的。你今天居然不顾霍家面子报了警，你觉得霍家以后会怎么对你？我知道霍家能把事情压下去才这么说的。我现在不仅是苏氏的大小姐，更是叶氏医疗的继承人。我相信这里面的轻重，霍家还是分得清楚的。我累了，爸爸。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回去了。大嫂把霍陈州的事情全部压下去了，老爷子他也装作不知道，不过他会在家宴上宣布我进入集团。半夏，你现在只是了解到财阀家族的冰山一角，你确定要踏入进来？只有获得更高的权益，我才能改变这个丑陋的世界。这不仅是妈妈的遗愿，也是我的毕生所愿。半夏，这条路不好走，虽然我们已经结了婚，但是恐怕我不能帮助你多少。家宴你要好好做准备。你已经帮我完成了关键的一步，剩下的路我会小心的走。霍爷，您今天的状态啊，真的很不错。夫人的安心助眠香真的太厉害了。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夫人呀，真是您的福星。今天家宴，一会儿你去把夫人接过来，我去接老夫人。是。你个臭小子，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好不容易睡眠好了，怎么又喝起茶来了？妈，您都知道我睡眠好了，可还不允许我喝点您的好茶了？你喜欢啊，你都拿去，别在我这磨磨蹭蹭的。有什么事儿？妈，苏江那丫头，今天你多护着点。刚从你侄儿手上抢来，这就护着了。妈，苏江那丫头的确帮了我很大的忙。以前是我身体不好，任由霍陈州乱来，但如今她帮我解决了最大的障碍。您儿子的实力您是知道的，我不能让霍陈州把霍家给毁了呀。这还是我那不问世事的儿子吗？我怎么觉得你突然这么雄心壮志，是因为想帮苏家那个丫头呀？妈，我承认苏家那丫头聪慧大胆又有志气，可我这也是为了您啊，为了霍家几代的基业。行行行，我老了，你想做什么你都去做，妈相信你。老爷子，你看之前啊，南星一直不肯找老婆，现在啊遇到了半夏丫头，这证也领了，这身体也好了，这是不是就叫天作之合呢？半夏丫头啊，妈，这不是今年川派的那套东珠耳环和项链吗？哎呦，4000多万呢！南星啊，
看来妈是很满意你这个媳妇了。看看吧，喜欢吗？谢谢妈，我很喜欢。我啊就看这套贵气，想等着你们婚礼的时候啊图个吉利，争取啊早点给我生个孙子孙女。妈，您要孙儿，陈州不在这儿吗？您看他把您的孙媳妇都带来了，您可不能厚此薄彼啊。爷爷好，奶奶好，二叔好，三姑好，小叔好。哟，大哥，你的儿媳妇儿不是苏家的吗？怎么见到自己的姐姐也不知道问好啊？是不知道该怎么叫人吧？哦，孩子年龄还小，一时间适应不了也很正常。毕竟从姐姐变成神母，是该给小辈儿一点时间适应嘛。啊，陈州，婉清，还不快叫小雪？小婶好。陈州媳妇啊，我这有一套啊特别适合你的东西啊，要送给你。这么有年代感的首饰盒，难道里面放的是什么值钱的古董？这是啊霍氏家训，我珍藏的手抄本，今天送给你啊，你好好学学霍家的规矩。谢谢奶奶，我会好好保存的。凭什么？凭什么？我是嫁入财阀，苏半夏得到的就是拍卖会珍贵宝石，而我却拿了本破家训。苏半夏怎么什么都要跟我争？南星，成家立业，你这身体已经恢复，集团的事情也该承担起来。现在距离家宴开始还有些时间，你跟我去书房，我跟你讲下现在集团的核心业务。好，我先去一下。大嫂啊，这小弟身体好起来，现在也要进入集团替我们霍家出一份力。这以后啊，陈州就可以跟着他小叔好好学习一下经商之道了。是啊，这好不容易盼到南星身体恢复了，我和你大哥也能放心了。虽然我们陈州是霍家继承人，但是他毕竟还年轻，确实应该跟着他小叔多学习一下经验。我记得陈州好像还没拿到太玄九转复原汤药方吧？现在就以继承人称呼他，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毕竟这半场开香槟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那也比你一个女人强，这辈子都没资格挑起这霍家的大梁。二哥，我看也没什么事儿了，咱们就先走吧。这么看来，霍家人人各怀鬼胎，也许帮助霍南星拿下霍家继承人的位置，完成母亲的遗愿，也没有那么难。伯父，您答应我会劝说半夏同小叔离婚的，您食言了。站住！苏半夏，老子是你亲爹，生你养你，骂你两句怎么了？父亲，我和苏婉晴都能嫁入财阀家族，你应该开心才是。之前霍南星因为身体原因一直不参与家族的事务，现在他的身体好了，霍老爷子又向来疼爱他的幼子，霍南星未必不能成为掌权之人。可是没有可是，究竟是您的私生女重要，还是苏家的荣誉和传承重要？您别忘了，鸡蛋永远不要放在一个筐子里面，这可是您教我的。小霍总啊，我已经尽力，实在是那个不孝女不听劝。无论如何，也要和婉晴争个高下，非要嫁给你小叔。这孩子大了不听话，我们这做家长的也没有办法呀。这么说，半夏还是吃醋我没给他名分，
可他这匆匆和我小叔领了证，再想回到我身边就难了呀。老狐狸，真当我不知道你两头下注？事情都成定局，我何必为了你再去得罪霍南星？霍氏幼子和长孙都成了自己的女婿，呵呵，我苏家现在也能成为豪门世家了。自己动手没一点意思，还是看他们狗咬狗最有趣。看什么呢？看得这么有趣？我看那边有2只蛐蛐在那蹦跶，有趣的很。是挺有趣的。哎，你刚调理好身体，不能喝酒。对，都听老婆大人的。苏半夏，你竟敢当着我的面和小叔调解，真是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陈州哥哥，婉晴会想办法帮你拿到药方的，只是希望什么？婉晴希望永远都能留在陈州哥哥的身边。那得看你表现了。姐姐，你这东珠耳环真是大啊，还有这项链。霍家不是也送你东西？站住！苏半夏，别以为你现在嫁给了霍家小叔就能踩到我头上。听闻霍家小叔自幼体弱，现在看着健康，说不定是回光返照呢。到时候还不是要求着我和陈州哥哥救你？苏婉晴，你与其在这里发狠，不如去跟霍老爷子说呀。你干什么？哎呀，姐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姐姐，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事儿，但是你不能不给我解释的机会呀。苏婉晴，这里是霍氏家业，你怎么敢？姐姐，你放心，这药啊是催情，不害你。哎呀，姐姐，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我送你回去啊。少夫人，您没事吧？你干什么？没看到我和少夫人说话吗？少奶奶，老夫人让我看着少夫人，我看少夫人似乎有点不太舒服，所以过来看看。老夫人，我的裙子湿了，麻烦你带我去趟休息室。好的，少夫人，我们这边走。哼，苏半夏，早知道你会提防我，等你被大家捉奸在床的时候，看你还怎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好像不对，休息室一般都在楼上，怎么把我带到花园这边了？不对，老夫人要照顾我，也是找管家，怎么会是这么一个年轻的穿着服务生的人？是你，半夏，我等你好久了。霍晨舟，你疯了吗？半夏，我知道你还爱我，只要你离开小叔，我可以既往不咎。爱你，我爱的是霍南星，不然我也不会和他结婚，和他领证了。苏半夏，你胡闹也得有个限度。我和婉晴只是走个过场，而你呢？你只是为了气我。半夏，这几年你一直陪在我身边，为我出谋划策，为我拉拢人才，还以我的名义做各种慈善。你这么爱我，为什么这次不肯让我呢？我当然不会让，上辈子让了我一条命，好不容易重来一世，我怎么能轻易的放过你？霍晨舟，我
我之前是爱过你，我帮你，是我以为你成为了财阀掌权人之后，可以为民谋利，让大家得到公平的医疗环境。什么？可是你以权谋利，与民争利，为了你这点私欲，贪得无厌，就是个白眼狼。说来说去，也就是为了你那可笑又天真的梦想。苏半夏，你太傻了！大夏国几亿人口，你的公平能落到几个人头上？如果没了特权、财阀、豪门世家这些传承了几百年的圈层，如何继续？苏半夏，你若是能乖乖听话，等我继承了霍氏，也不是不可以让你继续去发那些可笑的善心。做梦！苏半夏，你是我的女人，若我得不到，小叔也别想得到。你和霍家都是我的。你放开我，霍晨舟！奶奶，我刚刚不小心把酒洒姐姐身上了，本想陪她去换，结果她不带我去。然后我还看见一个服务员也把酒洒在了陈舟哥哥身上，还说带他去换。那个服务员走的时候还落下一只发卡，正是平常姐姐常戴的。你说他和陈舟哥哥会不会？苏家丫头，你姐姐和我儿子已经领证，你这随口胡说可不行。奶奶，我发誓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没有胡编乱造。只是奶奶，求你看在姐姐一片痴心的份上，不要怪她啊！姐姐，我要让你放浪的丑态被所有人看到，如此才能把你从云端拽下来，让你从此烂在泥里。姐姐，今天可是霍氏家宴，所有亲朋好友都在这儿呢，你怎么和陈舟哥哥做这么伤风败俗的事情啊？这怎么可能？兰心、半夏，你们怎么在这儿？母亲，刚刚我不小心打湿了衣服，有一个服务员说要带我去休息室，但是半路不见了人影，我这人生地不熟的，不小心迷了路，还好有南星在，不然还要让你们来找我呢。没想到我的这位小妻子不仅擅长制香，这演技倒也不差嘛。那刚才的叫喊声是？刚刚是半夏不小心摔倒了，我正在查看那是否出了问题。哦，对了妈，你不是刚已经回去休息了，怎么和大嫂还有三姐一起过来？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吗？还不是你侄子的好媳妇，他口口声声说看见你侄子和半夏在此幽会，非要喊大家过来为他主持公道。奶奶，妈，我真的没有说好，他明明就是和陈舟哥哥在一起。奶奶，谎话连篇，随口污蔑。大嫂，这就是你的宝贝儿子，要死要活要娶的好媳妇。我真的没有说谎，这个发卡，这是证据。你说这个发卡呀？这个不是妹妹刚进霍家的时候说喜欢让我送给你的吗？怎么现在又成我的了？哎呀，要不我说呀，这养在外面就是不行，一点世家的教养都没有，全学了些小三的恶习，还学会倒打一耙了。何止呢？为了陷害姐姐，自家的脸面都不要了。再说，新婚第2天老公就出轨，是什么值得四处宣扬的好事吗？嫂子平时那么能干，怎么让陈舟娶了这么个媳妇？哎呀，这以后呀，可不得安宁了。妈，你是知道的，姐姐她明明就是被……闭嘴！我可没有承认你是我的儿媳妇。快点的苏家好好反省吧！哼！这怎么可能？苏半夏，你到底把陈舟哥哥藏哪儿了？苏婉晴，霍晨舟是你的老公，这个问题你来问我，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谢谢你，不客气。小叔，虽然他今晚没有和陈舟哥哥在一起，可是他和陈舟哥哥在一起了3年，早就被陈舟哥哥玩烂了。你不要被这种朝三暮四的女人骗了！你居然敢打我！我是霍家的长孙媳，我俩霍家的女主人，你……霍家的长孙媳，你先得到霍家的认可再说吧。我什么我？
作为苏家的私生女，你当众抹黑自己的亲姐姐，不顾苏家作为世家的脸面，作为妻子，你当众抹黑自己的丈夫，不知羞耻。作为霍家的媳妇儿，你当着那么多亲戚的面抹黑作为霍家长孙的形象。别说我打你，就算我当众教训你，他们也会支持我，你信不信？苏婉晴，你好自为之。好了，为了这种人气坏自己的身体，不值得。我先送你回去休息。好些了吗？啊，我药效退了点，好多了。霍晨舟，我已经让人送回去了。不过，抱歉啊，你要的那个服务员，我的人并没有找到。明明是你救了我，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放开我！放开我！你干什么？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抱歉啊，我来晚了。热，好热啊！他这是被人下药了。半夏，半夏，对了，多谢小叔救我。如果不是你，我可能就被霍晨舟还有我那私生女妹妹给……真要是到了那种时候，我必然要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半夏，半夏，你还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改口啊？是需要改口费吗？不是，我只是有点不太适应。半夏，你放心，有我霍南星在，不会有任何人来伤害你的。我去倒杯水。霍晨舟，看来你还是没有记住婚礼当天我给你的教训。当初我能用外公给我的秘方和财力扶你上位，如今也能狠狠地把你踩下去。The plan is launched, and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s underway. 霍晨舟，你真以为你的那些账目做得很干净？可惜数字它是不会骗人的，感动我的人就要你付出代价。霍晨舟，你的药通不过药监局，你就拿5000万来行贿。陈舟哥哥，我听老宅的佣人说你没吃晚饭，我特意给你炖了鸡汤。你不用做这些的，妈不是说了让保姆过来吗？陈舟哥哥，我想照顾你，而且我不希望有人打扰我们。对了，你有没有和妈说我们的事？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宅？哎妈，那件事都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
你为什么还是不让婉清进门啊？她在外面都抬不起头。你还好意思跟我提这事？你奶奶身边的人，你不是不知道，我花了多大的力气才收买他们。可是他呢，不仅没有帮你拿下苏半夏，还害我在亲戚面前丢尽了脸。陈舟，这半个多月，你工作上屡屡不顺，财务那边又卡住你的业务经费，难道你就真的没有想过其中的原因吗？那是因为苏半夏和李小叔。什么？当初妈妈极力撮合，想让你和半夏结婚，就是因为他的能力，他外公叶家的医药秘方和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如今你为了一个新药审批就抛下他，少了他的鼎力相助，你以为你二叔和三姑那边那么容易相处吗？更何况，现在你喜欢的那个私生女，还得罪了李小叔。妈，从小你就告诉我，霍家一定是我的。妈，你要帮我。陈舟，你还记得你的楚伯伯吗？那个一直在军中效力的楚伯伯，我记得我们和他们家来往不多啊。谁叫我的儿子这么优秀呢？他家的独女楚潇潇喜欢你。我刚辜负了半夏，我不想再辜负婉清了。陈舟，霍氏财阀的继承人和那个私生女，你只能选一样。我相信我的儿子不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婉清，妈给我介绍了楚家上将的女儿楚潇潇，3天后我要和她领证，1个月后在霍家庄园举行婚礼。什么？房子我会过户给你，就当是给你的补偿。若你乖乖听话，副考我也可以给你，你喜欢什么就去买什么。只是以后你不再是我霍承舟的妻子了。霍总，西南那边的血接我们已经全部拿到，目前太玄九转复原汤8味药材的销售，我们的控制率已经达到了85%以上。不错，我们霍家想要的东西还没有拿到。新药审核那边怎么样？还没有什么进展。新药审核那边再催一下药监局，不就是5000万吗？打给他。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从霍氏集团调出这么一大笔资金。都在逼我，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了吗？我们现在还能从什么地方拿到这笔钱？目前最快的可能也只有陈州慈善基金了。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不出意外的话，可以筹到这笔钱。好，尽快安排好下午的发布会，一定要拿到这笔钱。是。感谢大家对陈州慈善基金的信任。本次慈善拍卖所得将全部用于公益事业发展。我们相信，有了大家的支持与爱心，我们的名声才会越来越好。同时，也要感谢女企业家协会捐赠的企业家联合画卷，感谢陈太慷慨解囊，贫困山区的孩子能获得更多的书籍与文化用品。下面即将要拍卖的是当代青年艺术家李瑞鹏的油画《游子归家》，起拍价300万。这位画家近2年名声鹊起，他的画作价格一直在涨，值得收藏，400万。慈善拍卖都是为了做善事，我们这些海外爱国人士也要支持500万。游子归家，我们大夏国一直在等待，游子们回国800万。这幅画是小霍总指明要支持的，把价格都给我抬高点。1500万，3000万，3000万，4000万，5000万。感谢各位慈善友人的大力支持，本次慈善拍卖所得共计5000万元善款。有了大家的慷慨解囊，我相信我们的慈善公益事业将走得越来越远。谢谢大家支持。还是这套衣服好看。今天拿到的这5000万，就以咨询费的形式，打到药监局副局长那个侄子的公司里。明白，霍总。这位局长也真的是左手倒右手，一边支持了自己小儿子的话，一边又用自己侄子公司啊洗干净了这5000万。这件事不要对外讲。是。泰拳九转复原汤的核心主要出来了没有？进展非常缓慢，目前你小叔那边也盯得比较紧。知道了，我会尽快拿药方给你。是。这才过了多久，霍大少爷又办婚礼了？难道这财阀在婚姻上有图去？这可是我大嫂亲自将他和苏婉清结婚证取消掉了。你可不要瞎说啊！当初我这侄儿可是为了一个私生女闹得要死要活的，没想到
他这次竟然妥协的这么快。妥协？霍承舟才不会妥协呢。之前他是为了苏婉晴逼着我妥协，这次不过是为了权益，让苏婉晴妥协罢了。我们有请新人入场。愧是将门之女，在自己的婚礼上也能如此的恣意张扬，这份洒脱真令人羡慕。我知道你，苏家大小姐苏半夏。祝两位新人新婚快乐。楚香香，你别太为难半夏。我为难我未来小沈做什么呀？怎么这么看着我？是我衣服没穿好，还是妆花了呀？不，我就是在想啊，苏家千金，聪明大气，我这傻老公是怎么被使糊了眼啊？去捡个破碗当宝贝？楚香香，你别太过分。霍承舟，我告诉你，要不是你长了一张让我心动的脸，别说你是财阀三代。就算是大夏长老院的继承人，我也不稀罕。赶紧走，兄弟们还等着吃我的酒席呢。掌声有请新人入场。奇怪，苏婉晴呢？就算霍家大嫂和霍承舟联手压制他，以他的性子也不该如此风平浪静。该死，承舟哥哥竟然为了这么一个泼妇抛下我，我才不会就这么放弃。承舟哥哥只能是我的。有了，来干杯！兄弟们，今天我结婚，有什么不够的呀，就尽管招呼我。我老公啊，可是财阀三代的第一人，不差钱儿。来，干杯！I've got this thing gonna blow your mind, pulling your string, helping you unwind. You want to know what can't be. 这个伴娘不是苏婉晴吗？这可是妈当年撩动高层的秘密武器——媚之舞，没有一个男人能看完之后不心动。承舟哥哥，你是跑不掉的。婉晴，这跳舞的竟然就是霍承舟要死要活喜欢的那个私生女。苏半夏，我可没有输给你，只要我牢牢抓住承舟哥哥的心，就不会输。苏婉晴啊，苏婉晴，看来不需要我动手，你自己就把自己作死了。这身段又白又软，比夜总会的小姐强太多了。这要是能带出去，就得花几万块钱，老子也愿意呀！放屁你！怎么，小霍总是想把你曾经捧在手心里的女人，在我们婚礼上跳艳舞的事情闹得全城皆知吗？怎么了，快指？在跳舞的谁啊，惹你这么生气？哦，没什么，汤叔，他就是我们远大舞蹈队的。哦，你那个舞蹈队很出名吗？哎，既然都是你舞蹈队的，那不如借给堂叔我用用怎么样？我这个远房堂叔虽然行为放浪，却极有才能，深受爷爷的器重。我若是能得到他的支持，将来继承霍家的希望就更大了。婉晴，我相信你会理解我的。既然堂叔都开口了，那我这个做侄子的怎么好意思不答应呢？好。
陈昭哥哥，你是谁？这位小姐，我是小霍总远房堂叔的管家。小霍总已经将你送给我们家老婆，所以我特地来接你。不可能，陈昭哥哥不会这样做的。一个跳舞的下贱玩意儿，还装什么矜持？滚开！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霍家的长孙媳，陈昭哥哥妻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女人也敢用我们霍家领导？我告诉你，今天可是我们小霍总和楚家千金的结婚典礼，你少在这里给我胡言乱语！你给我闭嘴！我才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女人，我是陈州哥哥的妻子，我警告你，你要是敢碰我，陈州哥哥不会放过你的。等我们老爷玩你，你再去找小霍总告状，带他走。哟，小辉爷，苏大小姐，姐姐救我！苏大小姐，您认识这个跳舞的女人？不，我不认识。那奥为先忙，老爷还等着我们呢。等一下，你东西掉了。哦，谢谢苏大小姐。走。安夏，我们走吧。苏总，这是有什么好事发生了？小霍总把苏婉晴送人的事儿，圈子里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了。什么？霍承洲竟然没有封锁这个消息，他又在打什么鬼故事？不过这样一来，苏婉晴就再也进不了霍家的门。苏百夏，你这个不孝女，是不是你害了你妹妹？您又是在哪儿听了这些风言风语？婉晴跟陈州好好的，怎么会被送人呢？肯定是你记恨他，要害他。当年就是因为你妈的嫉妒，秀琴才没办法嫁给我。婉晴也被人嘲笑说是私生女，现在好不容易嫁进霍家，你竟然还要挑拨离间，让她落得如此下场。你果然跟你妈一样满心算计。够了！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当年的事情？当年你的秀琴仗着家里的背景，周转各方资源，导致实验数据泄露。如果不是因为我妈拼命做实验，你的苏氏集团怕是早就破产，你就要还债了。你这个不孝女，长辈的事还轮不到你再说。长辈？你婚内出轨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自己是长辈呢？我没记错的话，苏婉晴只比我小2岁吧？那个时候，我妈妈应该还在。当初你和那个小三常年厮混，把我和妈妈丢在家里不管不顾，现在又接回了一个私生女，还纵容她抢走我的未婚夫，你配做一个父亲？你贪图外公的秘方，又用妈妈的嫁妆来经营你的苏氏，现在又婚内出轨打压舅舅，害死妈妈，你配做我妈的老公，配做一个爸爸？上辈子在婚礼现场我那么求你，可换来的只有你的冷眼。这一辈子本想与你相安无事，可你却依旧为了苏婉晴对我咄咄逼人。既然如此，你这个父亲不认也罢。我最后再说一次，如果你再因为苏婉晴责怪我，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爸爸。苏半夏，算你有种！苏总，老苏总这次看起来好像是真的生气了。我们不帮苏婉晴，他会不会为难您？不用管他，反正苏婉晴已经被霍承洲亲自送人了，已经身败名裂了。而我又是霍家即将明媒正娶的正夫人，我爸那个人那么会审时度势，不用管他，不会为难我。有消息说
小霍总那边在研究太玄九转复原汤。想来他应该是用他投资的那几个实验室在研究吧？是的。那可就好玩了。正愁从哪里对他下手。是小霍总那边出什么问题了吗？那几个研究室可都是花重金请的 M 国医学博士坐镇呢。你也说了是 M 国的，那个药方可是外公祖传的，中华几千年的中医史，他们几个连药材名称都认不全，以为凭几个实验数据就能研究透彻了吗？苏总说的是，看来小霍总这次的投入岂不是要打水漂了？上辈子他轻而易举就抢了我的药方，这辈子让他出点血就算是利息，只怕这几天他要想办法来纠缠我，你得赶紧想一想怎么让他身败名裂。对了，以太玄九转复原汤为药底的药膳食谱准备的怎么样？目前药材比例调试已经完成了3轮，虽然效果是原本药方的1/10，但已经非常好了。药房里的几个老师傅都想着赶紧投入市场呢。好，那现在抓紧去确认供应链，还有生产线。另外，你做几个样品给我，我有用。好的。不过有供应商说，似乎有人在垄断太玄九转复原汤里药材的市场供应。垄断供应？查查怎么回事。另外还要去我们的生产地观察一下。我马上安排。我还得尽快联系外公他们，这药方可是我手里最大的筹码，万一原料出了问题就麻烦了。事情就是这样。老苏，你可得帮帮我们婉晴啊！哎呀，小秦，我已经尽力了。婉晴喜欢霍晨舟，我二话不说就帮他从半夏那里抢过来。就连半夏手上的医食药方太玄九转复原汤，我也帮苏婉晴谋划如何抢过来。现如今是婉晴识人不清，自己耽误了自己啊！哎呀，老苏，我知道你辛苦了，哎，就是可怜了我的婉晴了。还是小青你最懂我。哎，如果不是当初婚礼上那个闹场，婉晴现在已经是正经的霍家长孙媳妇儿，叶家的药方也该拿到手了。哎呀，这也怪我，我一直都没能让她正正经经的当个千金小姐，所以她才会嫉妒她姐姐的呀。不怪你，不怪你，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就怪当年半夏他妈闹得厉害，我才没能给你个名分，也委屈了我们婉晴。老苏只要能和你在一起，什么委屈我都能忍。可是婉晴她是无辜的呀，她如今都已经这样了，你要是再不帮她，她真的就没有人能救她了。好，我想想办法。以前一口一个不孝女，现在看人家攀上高枝了，就是半夏丫头。老苏，果然还是那个冷心自私的男人。这次让我女儿受了这么大的罪，霍晨舟、苏半夏，你们也别想了。秀琴啊，今天怎么想起来单独约我出来了？哎，前儿赵太太还说准备找你凑搭子再打8圈呢。哎呦，王姐呀，那我可要感谢您牵线了。这个圈子有几个人能跟找老院的侄媳妇打麻将的呀？来，王姐前2天看您发朋友圈说这家的咖啡好喝，来。他们家的咖啡豆都是原种阿豆，王姐您给品鉴品鉴。就你最细心，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哎呦，王姐我就是请您来品尝咖啡的，来尝尝。你女儿的事，我就是听说的。不过咱们平时打这么久的交道了，只要我能帮的忙，你就直说。不过之前欠你的人情嘛，
可就一笔勾销啦。好，王姐爽快，我女儿可不能就让人白白的这么给欺负了。王姐啊，咱姐夫那边这几天是不是在进行税务审计呀？哎呦，王姐，您放心，我就是想请姐夫啊秉公执法而已，这毕竟是2000万的赈灾款项啊，这总不能白不提黑不提的就让他过去了，你说是吧？这事霍家已经压下去了，你这翻出来，这不是让我们得罪人吗？王姐，我都调查过了，这霍老爷子啊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都是霍承洲他妈一手遮掩下来的。那又怎样？还不是一家人嘛。就算霍老爷子知道了，他也不会真的对霍承洲做些什么。王姐，您还不知道吧？这霍老爷子的小儿子霍南星也进入集团了，这霍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是谁呀？还真说不定了呢。就算他们内部啊有斗争，这事他也影响不了什么呀。王姐，这事翻出来呀，这一方面对咱姐夫有利啊，这另一方面呢，也让霍承洲那小子吃个教训，让他明白不是什么事都能让他随心所欲的。他这么欺负我女儿，我定不能让他好过。行，我答应你。好，谢谢王姐。喂，爸，霍家那个新药物审核的事情啊，还得麻烦你啊，帮我多卡一段时间。爸，婉晴可是您的外孙女啊。这，好，爸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陪好您的客人的。霍承洲、苏半夏，敢欺负我女儿，你们就等着吧！霍总，接到消息，陈州少爷之前贪污赈灾款的事情，就在这次年终审查中被翻出来。哼，谁出手了？应该是李秀琴找的人。这么有意思的事情，怎么才能有小部分人知道？去找媒体大肆宣传一下。这样的话，老爷子必然会知道啊，会不会影响到您？有些内部的伤疤，不痛就会被忽视，伤害会更大。好的，我这就去办。等等，那个疯女人，她不会这么简单就了事的。最近盯紧一下药监局，特别是霍承洲，他新药的审核。明白了。这一模一样的场景也是看久了，也是挺期待新的局面了。半夏，你所认为全天下的人都能够用得起药的场景，真的会存在吗？霍家沉寂已久，是时候该换换新鲜血液了。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实验室会被突然抽检？之前提交的药物审核不都早就走完流程，只等盖章了吗？如今申请被打回来是什么意思？研究室那边说是随机抽检，正好抽到咱们。抽检正好抽到我们几家实验室，你要不听听你在说什么？小霍总，这抽检药物审核都归属药监局管辖。你是说？报案小霍总，您快看热搜，霍氏被曝贪污赈灾款，台税清风，重拳出击。小霍总，这喂，苏总，霍承洲贪污的事儿被爆出来了，已经上了热搜。什么？
这是谁干的？敢把霍氏压下去的事情重新爆出来？目前还不清楚，只知道是打着财税清风行动的名号，多家媒体和自媒体同时曝光。不管是谁，还真是帮了大忙了。另外，我们泰玄九转复原滋补方的生产许可被打回来了，说是不符合药检规范，要求重新申请。重新申请？等等，你去查一查，霍氏那边是不是也被药监局打回来？您的意思是？好的，我马上去查。苏婉晴啊，苏婉晴，你有你妈妈帮你护着，可真好。你今天怎么有空约我吃饭啊？你不应该忙着霍氏集团的事情吗？你呢？药物还被审核着，你还有心情和我吃饭？我的泰玄复原九转滋补方可是美食，跟药监局有什么关系？陈州那里有我大嫂呢，我急什么？别动。半夏，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什么意思呀？我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我的意思是，不是名义上的那种，而是事实上的。半夏，我和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我被你的善良所感动，所以我不希望我们的婚礼只是一场交易。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成为你真正的丈夫，我想一辈子的爱护你和守护你。霍南星虽然是霍家的人，但却正直善良，与他执手偕老，想来应该会很幸福。好，我答应你。好，那就提前祝我们新婚快乐。新婚快乐。哎，结婚好累啊，这辈子不想办第二次婚礼了。夏夏，你今天很美。我先去换衣服。别忙，我先帮你取下首饰。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你已经是我的老婆了，老婆的事情我很愿意帮忙的。没想到以清冷自持的霍家幼少，竟然……我已经把念珠都给你了，还装什么冷清自持啊？哦，对了，老婆，我有件事情很好奇，一直想问你来着。什么问题？你外公家是医药世家，按理说你们苏家在上一代应该已经步入上层了，你从小应该是个千金大小姐才对。你是想问为什么我出生于世家，却还致力于维护普通人的权益是吗？是啊，圈子里的这些慈善机构可都不像你这样。其实小的时候我走丢过一次。走丢？那个时候妈妈身体不好，那个女人又纠缠着想要进门，由于疏于父母的照顾，我不小心走丢了。半夏，后来我一边哭一边找妈妈，然后一不小心被车撞了。医生啊，求求你救救我老婆啊！多少钱我都愿意出啊！这不是钱的问题，你爱人需要的特效药是全进口的，每月要10几万，普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而且关键的治疗设备全国只有3台，都在1线城市的大医院，排队都要等到半年后了。哎，医生，住手！住手！立刻安排我们的实验进行过来，所有费用由基金会承担。
那是霍氏慈善基金的霍总，听说他们自主研发的医疗设备能代替国外机器。是啊，就这么免费给病人使用了。谢谢，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霍总，没有你们的设备，我活不到今天。啊，没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打破国外医疗垄断，让每个病人都得到救治，是霍氏的使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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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记得那应该是最早使用霍氏自主研发设备成功救治的案例之一。是的，那件事情我也跟妈妈说了。后来妈妈病重，也是靠着外公的药和霍氏的设备撑了一段时间，阻止了那个女人进门，也让我有了成长的空间。所以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选择医疗慈善机构的？也不全是。那件事情之后，我就一直关注着霍氏的医疗设备研发。后来我渐渐发现，霍氏好像只注重高端医疗设备。因为高端的医疗市场才有更多的利润。是的，但是民众急需要的是价格合理的治疗方案。慈善机构再完善，也不能普及每一个人。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自主研发，平抑药价。夏夏，你总是不断的给我惊喜，我会一直努力陪你一起走下去的。嗯。没想到啊，霍南星看着一副佛祖的样子，实际上一点儿也不清心寡欲。老婆，可还满意？你什么时候醒的呀？就在你刚刚摸我的时候。夫人，叶家家主过来了。外公，你干嘛？把衣服穿好再出去。哦。外公，外公，夏夏好想你啊！外公知道，外公知道，我们家夏夏受委屈了，都怪外公不该去拉美洲基地考察，又没有及时的赶回来。外公，不怪外公，夏夏只想外公好好的，我只有外公了。夏夏，你坐好，外公他奔波辛苦了，你就别劳累他老人家了。夏夏，这是我们叶家的财产证明，所有的秘方我已经立下遗嘱。夏夏，你就是我叶家唯一的继承人。外公，我和你外婆只有你妈妈一个女儿，她这一辈子陷在情爱里头，醒悟的太晚。夏夏，外公不问你做什么，只要你想要的，外公都答应，包括我叶氏所有人们都为你所用。夏夏，记住，要是受委屈了，就来找外公，这里待不下去了，跟外公去拉美。外公，你放心，夏夏她有我呢，你就等着抱你的曾外孙吧。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一大早的，这这个样子给谁看？要不是你让我娶那个楚潇潇，得罪了李家，事情能闹成这样吗？我让你娶楚潇潇是为了扩大你的影响力，我可没让你把苏婉晴送人呢。谁知道她在婚礼上假扮什么舞女啊？堂叔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问我，我哪好意思说她是我的女人？那你也不能把她送人呐！当时不是戴着面纱吗？随便找个人替换不行？哎呀，我当时也是昏了头了。妈，你要帮我？我还要怎么帮你啊？那个李秀琴
本来就是李家的私生女，心思狠辣，狠起来简直就是个疯女人。什么？那苏婉晴会不会也变成疯女人啊？陈舟，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赶紧把公司的账目跟我整理好。这件事情闹这么大，老爷子那里是肯定瞒不住。你那个小叔又刚结婚，说不定就会以分家的名义进集团查账分权了。该死！我就应该去苏半夏的，这样不仅能拿到泰玄九转复原汤的药方，叶家的家产也会是我的。是啊，都以为叶氏没落了，可谁知道人家在拉美有那么大的基地和那么多的药材培育专利。最近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陈舟，我本来很看好你，没想到你不仅贪污赈灾款，还被自己的女人整了。霍家的生意因你受损，你要担全责。爷爷，爷爷，我知道错了，我会公开道歉的。南星，我一向知道你聪明，只是之前你身体不好，没想到恢复之后做事儿干脆利落，像我的儿子。我还差得远呢，你还得好好教才行啊。教我教，安排下去。霍家再办个酒会，宣布我霍氏的继承人是霍南星。好了，你们都去忙吧，我和南星再谈点事情。小叔，要不是你抢走了半夏，这一切本该都是我的。本来这一切都是我的，我才是霍家长孙苏半夏。你不是最喜欢我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秀琴，你这个疯女人，真以为我没办法治你吗？妈，你要是不帮我，你就是眼睁睁看着你儿子去死。陈舟，你又喝多了，我不是让你赶紧去公司凭证吗？凭证，那么多钱我怎么凭啊？再说了，我也是霍家的人，那霍南星总不可能报警抓我吧？陈舟，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啦？妈，只要你帮我出了这口气，我都听你的。我回霍氏好好做事。答应他，我霍家子孙不能被外人欺负。爸，我要让李秀琴那个疯女人和他们李家都付出代价。好了，妈妈知道该怎么做。明儿你就跟我去霍氏收拾你的烂摊子吧。那些收了钱的人是时候做点事儿了。我霍陈舟的钱可不是白拿的。那几个实验室已经被查清，就暂时别管了，让人把泰玄九转复原汤的资料全部转移。让人把我名下的商铺统统转移，能压价就压价。现在最重要的是能马上到账。不好了，我们之前收购那些药材太急，占用了太多流动资金，现在你名下已经没有多少钱了。那就把药材转移出去。现在转出去，那我们前期砸了那么多钱才获得的市场控制权怎么办？这都什么时候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钱，是钱。等这关我挺过去了，该是我的，我都会拿回来。小侯总，时间实在是来不及啊，最多只能填平最近几个月的账，这要是查起来，还是躲不过去啊。自从小叔跑了以后，爷爷眼里就容不下任何人。既然我百般弥补都没有，那就别怪我心狠了。别忘了，我老婆可是大将军。我们的泰玄九转复原滋补药膳包产品刚上线就卖出去50多万份，现在已经让工厂全线开工补货了。苏总，您安排的全层营销非常有效，现在有很多各大博主都主动找我们，要求拿货做测评推广呢。这也多亏了外公给我的人脉资源。您赠送的安心助眠香也是公关利器啊。不过因为原料的问题，安心助眠香只能在少部分人的手里。幸好的是，我们的泰玄九转复原方能作为药膳得到广泛的应用。
最近春季流感高发，消炎药和感冒药的销量急速增长。但是你看，因为乱吃药拖成支原体肺炎的也大有人在，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开支。苏氏和叶氏旗下的药房都有明确告知药品禁忌的，且配了医生随诊的。民众的基础医疗知识普及还需要快速展开，药物的监管也需要加强。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把价格打下来。老婆，老公，老公，你怎么了？说话呀！霍晨舟出事了，可是这一次连霍家都帮不了他。什么？那你有没有事？放心，我没事。霍晨舟想说服楚潇潇，利用他爸在部队的影响力，签下独家采购协议，以此来解禁他的实验室。可是楚家纪律严谨，楚潇潇不仅拒绝了霍晨舟，还直接把他送入了检查委员会。这楚潇潇还真是聪慧又清醒。我大哥大嫂本想以着霍家的名义进行施压遮掩，可这一次我大哥发了火，说霍家的百年基业和名声不允许有任何损害。于是他自己报了警，还让执法机构深入调查。你这大哥平时看着是一个温和的公子，不过骨子里却是最像你爸爸的人。只有涉及到霍家的利益的时候，他才会出马。哎，那这个样子，楚潇潇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啊？你和楚潇潇，他才没有见过几次面，却如此为他担心。我和楚潇潇如果不是隔着霍晨舟这一层关系的话，说不定能相处的不错呢。那你现在和他相处也可以。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楚潇潇举报了霍晨舟，还当着大哥大嫂的面说她作为妻子举报自己的老公是为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着想，但这个做法确实也损害了霍家的利益。于是他愿意净身出户作为赔偿。这是楚潇潇说的话。这是楚潇潇家里教的吧？是的，楚家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我大哥大嫂当场就认她作为干女儿，还说要以什么娘家的身份帮她重新找老公呢。这一招真是厉害呀！这不仅换了老公，还多了一对父母。老婆，现在可没有什么人再与我们霍家作对了，离你的愿望越来越近了。老公，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老婆，你有什么事指出来就好了，不必客气。我想让你向你的堂叔要一个人，然后送回苏家。苏婉晴？苏婉晴虽然之前害过我，不过也是因为太爱了霍晨舟。现在既然他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就别继续折磨他了。可是苏婉晴她已经不在堂叔那里了。什么意思啊？霍晨舟不是把他送给你堂叔了吗？堂叔就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公关，睡了就没什么关系了，还把他送给了霍晨舟。可是什么？霍晨舟又嫌弃他，又气他影响了自己的计划，于是霍晨舟就把他当做了真正的公关。你的意思是霍晨舟又把他送给别人了？是的，而且还送给了很多人。这也是为什么李秀琴会发了疯一样来找他复仇。我还是小看了霍晨舟的阴狠手辣了，要不你还是把他接回来送回苏家吧。好，都听你的。苏半夏他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把他送回苏家？不是应该送到霍家去吗？霍晨舟已经被抓，苏总的意思是，婉晴小姐毕竟是您的女儿，还希望您多照看她几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苏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怎么，苏半夏加入了霍家，就什么都好了？当初你可不是这样跟我说的。一个不孝女还敢提？要不是你姐姐，你觉得你能好端端的回到家里吗？好端端？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像好端端吗？她要真是我的好姐姐，当初就不会不救我。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懒得和你说，看在你姐姐跟你妈的面子上，你以后好好在家里养着，我会找医生过来给你看看。
我妈呢？她去哪儿了？她怎么不来你看我？还说呢？你妈为了你到处求人，可她的手段太狠，牵扯出太多人。如今我也不知道她在哪里。一定是霍家干的。我要去找霍晨舟，我要去问他为什么，我让他把妈妈还给我。好，我安排你去探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你们凭什么拘留我？我的律师呢？你们现在拘留我，等我的律师来了，我还是照样要放我出去。到时候我还是世家公子哥，是霍家继承人。我应该和半夏结婚的，拿到太玄酒转福元堂的药房，继承霍氏集团。对，是婚礼出错了。半夏，半夏，我错了。半夏，半夏，我错了。半夏，我错了，求你救救我，半夏。霍晨舟，有人探视。是半夏来了。怎么是你？婉晴，你怎么来了？是堂叔让你来救我出去的？不对，堂叔把你又还给我了。那是谁啊？原来真的是他，把我送给了一个又一个的男人。难道是半夏？是你姐姐让你来的吗？苏婉晴，你真傻！为了这么一个男人，不仅毁了自己，连妈妈也不知所踪。婉晴，婉晴，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你姐姐让你来救我出去的？啊？没有谁让我来。你别骗我了，婉晴，你自己是来不了这的。对呀，是我姐姐让我来的，她让我过来看看你现在过得有多惨。骗子！我早该想到的。我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你害的！若不是你装乖卖小的勾引我，又拿李家的药监审核来威胁我，我又怎么可能会娶你？如果不是你，半夏就不会伤心难过，也就不会离开我。都怪你，都怪你！杀了你，杀了你，半夏就能原谅我了。安妮姐，苏半夏，最终还是你。喂，我要举报，我要举报霍晨舟贪污受贿，我要举报李家滥用职权。苏婉晴，你不得好死！霍氏集团就之前发生的诸多事情，占用公共资源，向大家致歉。霍晨舟因挪用善款、贪污赈灾款、行贿索贿等多重罪行，已被执法机关进行逮捕。我们霍氏坚决拥护长老院的一切决议，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行事。同时，霍家家主引咎辞职，霍晨舟除名霍氏家族。霍氏将捐出1亿善款，做出赔偿。以后还请诸位媒体和民众继续监督我们。霍氏将设置公开信箱，如果霍氏家族、霍氏集团有任何违规违纪行为，大家都可以提交举报信。同时，我们更加欢迎各界人才为霍氏出谋划策，待遇丰厚。南星，霍氏就交给你了，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爸妈，你们一定要走吗？哎呦，我们这是去养肾，好不容易跟夏夏外公商量好，你可别打扰我们啊。妈，正好我外公在拉美的实验基地非常完善了，这次外公在，你们也可以好好调理身体。哦，对了，你们可别忘了考察市场啊，毕竟霍氏药业的扩大离不开原材料的。老头子，我们这还没出去呢，你儿媳妇啊，已经在
在给我们安排工作了。半夏姑娘，你和南星要互帮互助，互相理解。你大哥去送你大嫂了，他以后不会再回来。只可惜你大哥他……爸，霍家家业那么大，我还想要请大哥、二哥、三姐他们一起帮帮我呢。你说真的？是啊，霍氏是我们霍家人的，都是一家人，应该齐心协力。不过你该不会又想偏袒哥哥和姐姐吧？是我的好儿子，不偏心了，我再也不偏心了啊！老公，你真的愿意让他们都参与到霍氏集团的管理吗？当然是真的，毕竟都是一家人。虽然争权夺利，但始终还是有底线的。霍家是要传承的，为什么不能让他们一同分担呢？老公，我果然没有看错你。这还得多谢谢你啊，老婆。感谢我？如果没有你用泰玄九转妇研滋补方开拓的人脉，没有夫人你的外交，我也不可能这么快的聚拢权力，也不可能这么大方的分权呀。那也是你靠自己获得大家认可的呀。是啊，我是可以获得认可，但是我也不想耽误我们的时间，会影响我们的。影响我们？对啊，老婆，我们相遇太晚，已经错过太多时间了，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在争权夺势身上。老婆，我们生个孩子吧，一个像你，也像我的孩子。你说什么呢？老婆，老公，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老婆，你先说吧。你要当爸爸了。真的吗？老婆，你要当妈妈了，我们也有孩子了。老公，你呢？你的好消息是什么？打开看看。霍氏、苏氏、叶氏代表苏半夏。老婆，你的主张还有你的梦想，只有你自己才能将它最好的呈现。所以霍家、苏家还有叶家愿以三家之力共同推举你来完成这一壮举。太好了，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山河青宴。